好，欢迎大家来到小王新的拍摄场地。那后面这个背景墙是临时的，这是大家熟悉我的应该都知道，这是咱们家厕所那个没用完的壁纸。可能过一段时间我会买一个新的，然后让我的脸在这个白墙前面显得不那么黑。这一块呢，其实我看很多 UP 主喜欢在这个自己拍摄的地方放一些奖杯呀、奖牌之类的，彰显自己的身份。在荣誉这一块，我某某人还是有一定底蕴的。所以呢，你看，我把咱们家小杜同志的这个2019年优秀员工的奖杯给拿过来了。然后光一个奖杯彰显不出来咱们家庭整体的实力啊，那我也拿出来一个我的奖杯，那就是这个感谢有你一路同行的这个彩源奖杯。今天的主题呢，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小王同志终于找到工作了。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小王养成日记，我是有工作的小王。那啥，严肃一点啊！众所周知，咱们是一个硬核的频道。今天是我做 UP 主的第116天。那熟悉我的小伙伴应该知道，我的第一期视频就是讲我为上家公司被裁的这个经历的分享。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做了有24期视频了，终于可以把裁员这个标签给扔了。本期视频我将简单的跟大家去分享近1个月以来我的求职心得。另外呢，从本期开始，我以及小杜同学都会在每期的结尾给大家解答大家提出的问题。欢迎大家随时到评论区去留下你想问的问题。我的新东家呢是一家成立了13年的互联网公司，目前呢它是国内某垂直领域最大的互联网社区平台。这家公司18年的时候在港交所上市。我不知道你们还有多少人还记得我在第1期里提到的选公司3要素：第一是离家近，第二是发展前景好，第三是公司经营状况稳定，不至于让我丢饭碗，不至于让我丢饭碗。别这样，别这样！除了满足以上3点要素，这一次的选择其实团队氛围也是我非常非常看重的一点。这一次我加入的这个团队，可能是这家公司目前为止最年轻的一个团队，包括 leader 在内，几乎所有的人全部都是90后。当然，这一切很有可能会因为我的到来而被打破，因为我去了之后，吃瓜群众一定会认为这个90后团队混进去了一个80后。难道团队年轻就是吸引我的重要原因吗？当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个团队它的路子也非常的野，他们把自己的 flag 立在了他们办公室的门上，写到如果今年完成不了目标，我叉叉叉就带头吃屎。今天我老爸挑战一把吃粑粑，兄弟们，奥利给，干了！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们招我过去的一个重要原因。都给我说饿了，这事整。接下来我们把时间倒推，聊聊我在拿 offer 之前，我个人与当前的人才市场环境情况是如何的呢？首先说说我个人，在这一次整个的求职过程中有2个特别大的缺陷。首先说第一个，我的上一份工作是以被裁员作为终结的，并且我上一份工作的这个工作时长只有6个月。第二点呢，其实也是第一点导致的，就是从去年的11月份中旬我被裁之后，到今年的3月份中旬，我大概有4个月的时间都是脱产状态。因为我本身是17年毕业的嘛，本来工作时间还不到3年，然后呢，你简历上还有这么长的空白时间，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你的简历非常的不好看。咱们再来聊聊外面的客观环境。最近呢，很多公司都在裁员跟强制降薪，这个事儿大家应该都清楚。一位 HR 朋友向我透露，他放出去一个职位，一上午的时间有300多个候选人过来投简历，根本就看不过来，拿 offer 都要看别人的脸色，咱就更别说跟人家议价了。当然，那些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拿 offer 拿到手软的小伙伴，我只想说，你们是真厉害，牛逼！那除了找到工作呢，在这次恶劣环境之下，我还像之前视频里面所提到的，如愿从用户产品转型到了增长产品。其实这些主要都得益于我3个多月以来的这个 UP 主经历。面试几家公司之后呢，我得到的反馈几乎都是大同小异的。我的劣势非常的明显，就是我以前做的东西跟我现在想做的东西，它不是一个方向的。所以呢，在这个新的领域里，我是没有经验的。而在很多面试官眼中，我的优势也同样明显，就是作为一个 UP 主呢，我把我新的工作方向的这种理解融入到了我频道的视频制作以及运营当中来。这也让我产生了很多的思考，因为始终都有很多小伙伴过来跟我说不太喜欢自己的工作，想转行，但是呢又不知道第一步该怎么走。那我目前我个人能给出的建议就是，如果你想转行的话，你可以在业余时间把你想转的这个行业所需要的技能，通过某一件事情来给它体现出来。无论把这件事情当成是爱好还是当成是副业，只要把事情做得足够漂亮，它都很有可能在你转行的过程中帮你跨过零经验求职的这道坎儿。你得先学会无中生有，最终才能实现暗度陈仓。你在无中生有。相比于在你简历上大篇幅的去描写你自己的学习能力有多强，你的适应性有多强，你有多么的吃苦耐劳，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我觉得这些大家都肉眼可见的东西能给你加的分要更多。把一些焦虑的时间、犹豫的时间拿出来一小部分去做一些尝试，迈出第一步，对你来说可能没有任何的损失。而生活呢，往往又会因为你做了这些尝试，给你一些小惊喜。
就我个人而言，我现在拥有的一切，比如说我的工作、我的副业、我做 UP 主，甚至脱单这件事儿，其实回溯历史都是源于一次略带不自信的小尝试。快递到了，是新买的相机，边走边跟大家一起聊，顺便带大家看看小区的风景。经过这小半年，我真心觉得心态对于一个人真的是太重要了。虽然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真的是经历过后才能真正的明白。决定你能走多远的是你的能力，但决定你能不能走得下去的却是你的心态。从被裁员到现在，我都数不清自己心态爆炸有多少次了。我觉得很多时候自己和身边的同龄人都在同一个问题里反复挣扎，结果不好到底是自己的问题还是外界的问题？可是人生就是一段没有导航的旅行，别人说的都是别人的，这世界变化太快了，过往的经验分分钟就可能会变得过时。你不把它一段一段的走完，你永远不知道中间会发生什么。而我们能做的，无非就是不断的做出新的尝试，偶尔停下，仔细的反思与思考。妄自菲薄与刚愎自用，都只会拿走我们的理智与效率。因此，保持一个良性的心态至关重要。那工作之后的我还会继续做视频吗？当然了，开启新生活的我会带来鼓励跟陪伴，让我有力量跨过一个又一个的坎儿。第一期视频拍的时候呢，当时我的心情是非常的沮丧的，因为刚刚经历了人生的一次巨大挫折，被裁员了。所以呢，当时我在结尾放了一个 BGM， 就是涅槃。我希望这首歌能够激励自己，在跌倒之后漂亮的站起来。我相信呢，到目前为止，依然有很多的小伙伴正在经历着一段并不快乐的日子。所以呢，今天我把这首 BGM 送给你们。明天又是全新的一天，伙伴们，咱们下期再见。